害我是老板，常常听到女生说啊，哦怎样怎样的话，那他就是不爱了吗？或是怎样怎样的话，他是不是不爱我啊？到底有多少行为是女生就会很怀疑他是不是不爱我的呢？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好，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有哪些小小的行为让女生就会一秒觉得他是不是不爱我。例如第一个，他都不跟你拍合照，就出去拍照都说不要啊，我不喜欢合照，很奇怪耶。但他愿意帮你拍照，但他一旦要合照，他就不太想的感觉，会这样就觉得说他是不是不爱我？可能会怀疑，会怀疑，那怎么办？会逼他吗？勉强他？会，我也会。那他就是不要啊，怎么办？那我就跟他吵喽。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应该要先分析，就是他平常是不是就这样？他是不是根本就是很不喜欢拍照的人？我觉得回过头来，先要看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因为有些男生是真的不爱拍照，他自己个人也没在拍的，然后你要跟他合照的时候，他也很痛苦。那我就觉得这个跟爱不爱你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就是他个人很不爱拍照。可是他平常很爱拍，他跟别人也都会拍，唯独跟你不拍哦，那这个又比较小心一点，是有什么问题吗？我就觉得我是小三啊，对，就是他是不是不想跟你留下什么证据之类的，你懂我意思？所以要先分析他原本是不是就是一个不爱拍照的人呢？对，女生不要就只是卡在他的行为，而是要去想，那他原本是怎样的人？那我现在希望他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是本来就违背他原本的个性？这样去想就会理智一点点哦。第二点是，好，他愿意拍合照哦，可是他不 po。我发现很多人是这样子哦，男友都不 po 我们的照片呢，他的社群完全看起来像单身呢，都没有我。我觉得这就是有鬼啊！可是我有问过一个男生说你为什么都不发，然后他直接跟我说他会希望他女朋友发，但他自己不想发，自己不要发，对不对？可是女朋友发那边 OK。对，他是直接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为什么？没有讲理由，但他说他就是这么想。哦，他觉得他那边不发，女朋友那边发就好了。但是我前男友就是这样，他从来没有发我们的合照，然后我每次就是可能会标记他，他就问我，他也不转发。对，然后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哦，因为过了时间忘记了。然后逃避耶，我就一次一次被他，你是不是小三？就是疑似你可能是小三，不能被公开。有可能，现在回想起来应该就是了吧。所以男生有没有发现，女生其实很容易因为一个小事就会想到我是不是小三，你是不是骗我，你是不是不爱我，巴拉巴拉巴拉，就很多麻烦出来嘛。所以很多男生就心不甘情不愿的就剖啦这样。我觉得还是一样回归到他本来是怎样的人。好像我来讲好了，我不管什么时期谈恋爱，其实我也都是不会剖的。就是我也是不喜欢公开这种东西在社群上面的人，我一直都是这样。那我突然如果交你这个男朋友，然后你就要求我不要这样，我会觉得好烦哦，你为什么要来干涉我的人生啊？我本来就是不喜欢 po 的人，不喜欢放闪的人。好，那一样就是如果他本来就是这样，那你又要一直逼他，你们就会很痛苦。可是如果他不是呢？因为我有很多女粉丝是说，他的社群上面都有前女友，可是就是不会有我。我也有被这样过。对，他明明就有 po 前女友的合照，都有，还有放精选集进去。精选集。然后他都没有 po 我，那就不正常。那这样是什么意思？我那时候想说是他觉得我不够漂亮，所以他不想发。哦，所以女生会先检讨自己，我怎么了？我是不是我不好，对不对？我觉得这个要看交往多久，因为如果交往很久了，他就一直都不 po 就有点怪。但如果你可能2-3个月，也许他还没有那么认定你就是会在一起很久的女朋友，或者是感情深度还没有到可以到自己的版上面 po， 因为毕竟他的哥们什么都会看到啊。可是我那2-3个月他不发，我心里就很多小剧场，后来就分手了。这么容易？刚开始我觉得先分析他是怎样的人，你跟他的感情到什么程度？因为有些人不 po 是因为他的社群账号上面都有家人，然后就会问很多事情，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妹妹就一直问，至少也发个自由吧。就是他可能有些人就觉得说他发了就要开始被兄弟姐妹一直问啊，哥们一直问啊，然后就很难交代，很难解释。有些人他可能是交往到一个深度，比方超过半年甚至1年，他才会开始大公开，因为他觉得很稳定了。可2-3个月就在那种会不会什么磨合期就分手了，就不想要搞这些啊。可女生通常都不是，马上就想立刻放手，马上就要开始狂po洗版。对，有一点是你们的步调不太一样，他的这件事情可能要1年后。可是女生是热恋期就要开始放闪，我交新男友了，你看他怎样怎样，我们昨天去哪里？对，就是不一样嘛。第3点是在外面都不爱牵手，很多男生都这样就是在公开场合他不喜欢跟你牵手，或是有什么肢体上面的接触，但是关起门来都很热情哦。那很奇怪。对啊，就但是一出那个房门，怎么好像有一点点距离？对，我好像有遇过对，有些男生是这样，但我还是会就是说，让我牵一下嘛。对，我就是牵就去黏他什么的，然后会被甩开嘛。他会有点婉拒，但有点别扭，但又没办法，就是直接拒绝我。哦，所以就算了，就任你宰割。对，任我宰割。所以要破解这个，可以自己去黏。然后男生顶多就是被动就接受了。可是我男生一直觉得，哎呦，在外面不要这样啦，好奇怪都黏上去了，你还拒绝我？因为我发现有些男生是他觉得公众场所黏 T 的很怪，就是手一直搂着啊、勾着啊，或者是就是手一直这样牵着哦，不然他会觉得很尴尬，尤其是他有朋友在的时候。
有这么严重对吗？啊，简单的你看人家又是女生就觉得很好啊，就是要这样，可男生觉得哦，在外面不要这样，然后女生就开始觉得他是不是不爱我，或是不够爱我，就一堆小剧场就来了。我觉得为什么平常我们2个人去逛公园都会牵手，那可只要有他的朋友在，我就好像刻意没有要牵手。他是会害羞吗？我觉得有些男生是，就是不太会想在朋友面前做一些很亲密的动作，可是牵手对他来说是亲密的动作。可是，在朋友面前我们不牵手，各走各的，像朋友兄弟吗？我还是回归到人的个性，你像我自己也是，我会觉得在朋友面前不用这样的人啊。对，所以我如果遇到同频的人，我就会觉得这样很舒服。好，可是我万一遇到你这种一直黏的，我就会觉得，一定要刻意黏给别人看吗？没有，也不是黏他就是这给别人，样或者是现在就是大堆头，大家一群人出去就不用这样啊。就只是想要跟他就是稍微牵一下手而已，就这样而已啊。所以我觉得遇到同频的人还是非常重要，不然光这些小事吵来吵去，然后就一直有那种他是不是不爱我的那种声音在心里面回荡。对，就只是因为这些小事可是男生可能觉得没什么啊，为什么你要那么没安全感？可是他可能没有办法理解，是因为从这些小事女生衍生出来的小剧场，对，就只是这种小事情而已。小事，小的。这不是小事。你看，女生觉得不是小事，可男生觉得不就是在外面没有牵个手而已？为什么你就要把它放大到说你是不是没有爱我？你是不是骗我？你是不是想去联络你前女友就啪？对，我就会觉得是现场有哪个女生你不想让她看到我们2个牵手？哇，好麻烦。但是我觉得女生可以注意一个问题，就刚刚讲的这几点，如果是分开的都还好，如果连带在一起会比较奇怪。不跟你合照，社群不 po，在你朋友面前装冷漠，或甚至不带你去见朋友，然后你们的关系不公开，全部连贯的话，就比较有问题一点。这就是不爱啊。有可能他没有不爱，但是你们处于不能公开的关系，也许他有别的事情。不是唯一。对，也许你不是唯一。那如果这些东西连在一起，你就要注意一下，会不会你是小三，还是他跟谁还在藕断丝连，所以跟你的这个新的恋情不能公开，就会有一些别的问题。所以单点都还好，连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稍微再思考一下。第4点是不愿跟异性保持距离这是最多男女朋友吵翻天的一个问题。对，好，我们讨论2个常见的状况。第一个是他说，可是我跟那个女生认识很久了，认识比你还久你在介意什么？我跟他是10几年的老朋友嘞，我跟你才认识3个月，很不尊重我啊！很不尊重你，什么意思？就是你认识比较久，然后呢，你们又没有在一起。他的意思是，就是我们已经认识这么久了，所以我们会常常出去或联系是很正常的啊。你要叫我把10几年的朋友放掉吗？你跟我在一起就是要会避嫌，所以你的避嫌到什么程度？不可以独处，可以联络，可以联络，可以出去吃饭吗？记录要给我看，对话记录要给你看。我想看的话只要跟他的对话记录就要给你看，确定他们没什么。我觉得不对劲，我就要看。随时要可以看啊。他们可以出去吗？可以去吃饭，他们可以去吃饭，他们可以2个人去吃饭，最好是我一起。人家有想跟你一起吗？人家是10几年的老朋友，一定要带你哦。可以吧？那是10几年多加一个，然后全场就无视他这样。应该没有这么不尊重他。人家在聊10几年老朋友的事情，你根本插不上话啊。你真的硬要去凑热闹。我很会聊天。他没有想跟你聊天。我觉得可以独处啦，但是你们自己心里的那个底线，还有那个距离要有。那他就说我有啊，我有啊，心中有一把尺。好，他有哈，我相信他。你也都没看到，也不知道。那不要让我看到了。所以你看，每个人标准不一样。我建议男女朋友之间如果有这种东西，就是把你的标准跟他的标准拿出来对。就像我刚刚跟小编这样对，可以吃饭吗？可以聊天吗？可以到什么程度吗？把它对出来，你们2个人才不会为了这件事情重复一直吵。标准不一样的部分就好好坐下来讲，直到双方有共识为止。那我们来讲状况2更棘手。状况2是一个粉丝跟我说的，她说她男友因为工作的关系，必须要跟很多女业务联络，然后要约他们出来谈生意什么的。然后因为她很不放心，所以他们有约好说她是随时可以看手机。那有一天晚上她看了手机之后，她就发现她的男朋友就约某个女业务出来说，有没有空出来吃饭啊？姐很久没见面啦。然后那女业务就说，我今天不行什么的。然后男朋友就问她，那你今天行程跑哪里？我去找你啊。然后他说，我今天可能跑哪边，我刚好中午吃饭有带一个小甜点，等下拿去给你，那送去哪边方便吗？就一直要见到这个女生讲。然后这个女生就说，可是今天来这边的话可能不方便然后男朋友就开玩笑说，是不方便不然去你家。不行，完全不行。这样算什么？算撩了吗？对啊，而且女生已经拒绝他很多次了，女生明显不要嘛，对不对？然后男生硬要说我要去找你，要干嘛？找一堆理由嘛。然后最后还开了个玩笑是不方便不然去你家方便。真的是有鬼嘞！你觉得这样那个玩笑过头了？对，有点太多了。然后这个女粉丝是说，可是她说她男友本来就是都用这样子在谈生意的。
就是都会去黏这些女业务，然后必须要献殷勤，他们才会出来啊，不然怎么做生意？但也不用黏到家里去吧？这太夸张了。然后她男朋友就说：“我只是开玩笑而已，我怎么可能真的要去她家？不能，所以不能开这个玩笑。如果女生真的答应，她真的去吗？万一女生说好啊，那你就送来我家，然后我等一下5点下班你送过来。哎呦，画面好不舒服。所以怎样都不能讲出那个关键字，什么你家不你家，我家不我家的，对不对？这有问题。如果他是一直追要送去他工作的场所，或是他今天跟哪个客户谈生意的地方就算了，对不对？啊，上他车可以吗？不行不行，坐因为后面，因为他后面男朋友还有一直说，那你哪边行程结束，我去接你，我送你回家什么的。就这个男朋友是很积极的，一直要去跟他有接触。他真的不是，但他的定义是我要做生意。哈对，他说不然约不出来，我怎么跟他做生意？然后他也不是只有这个女业务，他有很多个啊。他确实他也是一个业务，他跟他们是有业务对接的。所以这个女生就觉得我要去怎么跟男朋友谈。然后她说，她每次跟她男朋友谈的时候，她男朋友就说：“如果你阻挡我，那你就是在阻挡我赚钱。你希望我事业不好吗停了吗？哇，这好难哦。？”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但是去你是在家里，阻挡我的事业吗？去家里就太夸张了啊！我也是觉得这个玩笑太夸张，就是你可以开玩笑啊，你可以逗他开心啊，你只是为了要做生意嘛。可是对啊不用这么 over 吧？不然难道你也可以开黄色笑话？不行吧，也过头了吧？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要做生意，有一些商业语言或是一些关系上面的东西，可能送个东西啊，帮他叫个外送啊，送个伴手礼，可是不用拉到男女关系那种对啊，撩的那种事情去，就用错方法了。我觉得啊，所以最后结论是什么？我就跟这个女粉丝说，如果你男朋友没有办法接受，不要用这样的方式，那你真的也只能去挑，那你要怎样的男朋友啊？不然你永远都是每天自己在难过，觉得哦，他今天又要跟女业务讲什么，每天回家就是想要看他的手机，今天他又讲了什么？那我说，这是你想要的恋爱吗？你这个恋爱太不开心了吧？对啊，对，所以如果你们两个沟通起来真的没有办法，那你就要好好思考一下，你真的需要一个这样子让他的工作上面让你这么担心的男朋友吗？你就要有所选择喽。所以啊，男生可以看到女生以上都会觉得他是不是不爱我，然后就有很多很多麻烦的事情发生。对，然后女生自己可以先理性想一下，这些点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是他个性问题，还是其实他真的有点奇怪的轨迹？那这个就自己要好好想一下啦。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也可以追我的IG哦。